生活中有很多亲子之间的战斗，比如孩子不写作业、跟父母顶嘴等等场景。这些场景不禁让人思考，为什么亲子之间的沟通会如此困难？明明是出于爱的初衷，却经常演变成冲突。仔细分析，我们会发现，大多数家长习惯用单一的沟通模式，在面对不同发展期阶段的孩子。这就像用同一把钥匙去开不同的锁，效果自然不理想。那么，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，他们的心理特点究竟是有什么不同？应该如何调整沟通方式？2岁半的孩子拒绝穿鞋出门，传统的说理方式往往收效甚微。比如说，你会告诉孩子，外面地上脏，不穿鞋会弄脏脚，但孩子不会听。但是如果你调整沟通方式，比如你蹲下来与他平视，告诉他小脚丫要穿上这双红色的鞋子才能去探险，这样做孩子的反应会截然不同，他才会配合。这种差异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呢？从儿童发展心理学角度分析，2到3岁的幼儿认知特点很明确，就是抽象逻辑思维尚未发育完全，主要依靠直觉思维和想象力去理解这个世界。他们无法理解复杂的因果关系，只能用情景化、游戏化的方式来表达。这个发展阶段的有效沟通有以下4个特点：第一，运用情境化的语言，避免抽象的说教；第二，采用夸张的面部表情和语调变化；第三，将日常行为游戏化，增强趣味性；第四，用拟人化的表达，符合孩子的认知特点。虽然这个沟通方式看上去很幼稚，但是它符合幼儿的心理发展规律，这样才能更好的沟通。学前期儿童，他开始质疑父母的规则，就是我为什么不能吃糖？我为什么要分享玩具？这些问题让很多家长措手不及。这种现象的背后，其实是儿童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思维逻辑的初步发展。他们开始寻求行为背后的合理性解释，但是理解能力仍然有限。就拿孩子拒绝分享玩具来说，传统的说教是要求孩子他做一个好孩子，好孩子自然就是要分享的孩子。这样的说教效果有限，更有效的方式是采取共情式沟通。首先承认孩子的情绪，然后引导孩子去换位思考。就比如说，你去别人家做客，如果人家也不给你玩具，你会有什么感受？通过这种方式，孩子能够逐渐理解分享的意义，才有可能做出分享的行为。针对学前期的孩子沟通有4个原则。第一个，情感先行，先认同情绪，再讲道理。第二个，启发性思维，用开放性的问题来替代命令性的要求。第三个，赋予选择的权利，就是在可控的范围内提供选项。第4个，因果关系，帮助理解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。学龄期的儿童思维逻辑已经显著提升，自尊心也增强，渴望被当作独立的个体对待。就好比孩子的考试成绩不理想，情绪低落，以前的安慰方式是没关系，下次努力就可以。但是这种方式可能会适得其反，而更合适的方式是陪伴式倾听，保持沉默，给予充分的处理情绪的时间，然后再跟孩子沟通学习上的问题，了解没有考好的原因，给予一定的认可，鼓励孩子继续努力。这种合作者的身份去分享、分析问题，共同定制改进方案，既尊重了孩子的主体性，又提供了必要的支持。根据儿童发展理论，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判断能力和情绪理解能力，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动接受指导，而是主动参与和解决问题。我们用平等与尊重的对话方式和商讨的语气去沟通，
促进孩子的自我反思，培养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从决策者、建议者变成支持者。青春期是个体发展中的关键转折点，这个阶段的青少年面临着生理、心理和社会角色的多重变化，容易出现情绪波动和行为冲突。从发展心理学角度分析，青春期个体正经历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，他们需要通过与父母的适度分离来确定独立的自我概念。这种看似疏远的行为实际上是正常的心理发展表现。传统的教育方式在青少年的身上局限性很明显，青少年需要的不是严格的控制，而是理解、尊重和适度的支持。我们可以在尊重孩子的基础上分享自己的经验，设定灵活的规则，并从监管者的角度变成一个情感支持者和资源的提供者。当家长减少过度关心和干预的时候，青少年反而会主动愿意分享和沟通。这说明尊重和信任往往比控制更有效。通过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分析，我们了解到有效的亲子沟通不仅仅是技巧的运用，而是对儿童发展规律深层次的理解和尊重。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自己独特的心理发展特征和沟通需求，理解这些特征，调整沟通方式，才能够真正实现有效的亲子互动。传统的教育者角色需要转变，我们更应该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理解者、陪伴者和支持者。当我们真正理解、接纳每个阶段的孩子，沟通就会变得更加自然和有效。亲子沟通的核心在于让孩子在任何年龄阶段都能感受到，无论他们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，父母都是他们可以信赖的支持者。掌控每个发展阶段的沟通语言，就能够更好地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，建立真正的有质量的亲子关系。这不仅有益于当下的家庭和谐，更是为了孩子终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情感基础。